這套書價值16萬，光是摞起來就比5層樓還要高。無數圖書愛好者一輩子的夢想便是希望能將這本書搬回家。這就是毛澤東評點24史。在這本書中，雄才大略的毛主席用自己的世界觀評點了中國歷史上的知名人物，而最讓人感到好奇的就是将中國從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拯救出來的毛主席對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千古一帝們是怎麼看的。如果說在毛主席的心目中誰才是中国歷史上最重要的皇帝，那一定要數千古一帝秦始皇。相比較於中國封建社會將近2000多年歷史中秦始皇一如既往的暴君形象，毛主席顯然更重視他做出的貢獻。設立郡縣制，統一度量衡，這些為中國未來2000年奠定穩定基礎的規定，都是在秦始皇時期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是，正是從秦始皇时期開始，中國的大一統觀念逐漸形成。這種國家一體的觀念，也是中國在反對外來侵略時源源不斷地團結起來的真正原因。正因如此，毛主席才特意寫下勸君少罵秦始皇一詩，來為這位千古一帝說好話。不光是秦始皇，對於人盡皆知的皇帝，毛主席也不吝嗇給出自己的評價。其中一位年僅28歲的年輕皇帝最受他的重視。這位皇帝不是別人，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太原公子鶴裘而來，當其他人還在打工身份掙扎時，28歲的李世民已經開始了一代霸主的創業之路。自古能軍者無出李世民之右者，讓毛主席讚嘆不已的，除了李世民超凡脫俗的軍事實力之外，更在於即使出身貴族豪門，可歷史上的李世民卻對老百姓有一種近乎偏執的熱愛。這一點讓毛主席打心眼裡的佩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井岡山的一片狼藉到新中國的虎贲之師，見證了中國發展全過程的毛主席也深知，對於中國未來老百姓的支持才是最寶貴的財富。可不管是李世民還是秦始皇，實際上都不算是毛主席心目中中國有史以來最厲害的皇帝。1964年，毛主席在參加會議時直言不諱，歷史證明老粗們往往會出大人物，其中漢高祖劉邦便是中國歷史上的皇帝裡面最厲害的那個。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如过江之鯽，毛主席並非对每個人都是這樣和顏悅色。有一個皇帝就因為毛主席的嘲笑，成為無數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事實上，這並不能怪毛主席要求嚴格，實在是咱們的這位宋太宗過於不爭氣。為了拿下燕雲16州，趙匡胤勒緊褲腰帶，在宋朝建國前期便為國家積攢了足夠的錢糧和軍馬，只為時機一到便率領兵馬一舉消除北方隱患。可剛剛登上皇位的趙光義卻好大喜功，偏偏要親自出征，帶領宋軍3次伐遼都屢屢失敗。自從宋朝徹底失去了收復燕雲16州的機會，也為北宋100年後的靖康恥埋下了隱患。正因如此，在宋史美化趙光義的評價帝臣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的旁邊，憤然寫下了但無能的評價。或許這些對歷史帝王的評價也讓我們明白，毛主席一直都不是那個只知道正襟危坐的古板形象。